家里面来朋友了，一起吃个饭聊聊天儿。哇，今天听到那个我们这边有个新闻，就是说佛罗里达州那边现在不让中国人买房，你知道这事儿吧？听说没？听了。对，现在是只要中国人，就是中国公民，现在在佛罗里达州是不允许买房，不允许买土地。我昨天还拍了个这视频呢。所以这是刚开始，下一步就是我们这边美国的11个州接着要跟进这个事儿，就是都不让那个中国人买房啊、买土地呀。其实我觉得啊，就是换一个角度来想啊，作为美国人啊，你说中国人都来买房子，把人房子买贵，人普通老百姓也买不起房子了，这个有利有弊。但是他们站在自己的角度上，咱们是因为咱们是中国人，咱们就感觉哎呀，你们好像歧视我们啊。但是站在美国人的角度上，他就觉得现在确实中国的富豪太多了，把房子买贵，普通老百姓你哪能抢得过人家现金买房呢？抢不过。但是不见得你通过这个抢不过呀，或者是中国人买的多，你就限制不让买房，我觉得这个不合道理。或者你可以说，你外国人买房，你比当地美国人你税高一点或怎么样，这也 OK 也可以呀。但你不能限制人家这个买房的权利，这我觉得有点霸道了，对吧？我不知道在中国的话，老外去买房子不知道给不给卖，这我还不太懂。给卖，但是那个中国买房的话，就是你外国人买，你就交外国人的税，就是你不能按那个外国人，你是美国国籍的话，你在中国买房，你就不可以交中国当地这个税，你就必须多交税，是外国人的税，对。但它的价钱有的可能跟国内的价钱有的也不太一样，就是你可以，肯定贵。你看，比如说，如果是外国人，要是去什么什么大型的公园买票，外国人的票都贵，门票都贵。对啊，你可以那个明码实价写上嘛，外国人多少钱或怎么样，但你不可以这么武断的就说不卖给中国人，这个我觉得有点这应该研究研究，我们还可以那个提那个建议。现在好多地方我看在抗议嘛，对，好多地方就华人在抗议。但最后怎么样不知道，就怕以后这个美国的那10几个州再接着跟进的话，那我们中国人买房在美国可真的难了，真的，那就麻烦，也麻烦。而且我看就是如果偷着卖的还要罚款，而且还坐牢。对，而且现在就是说在2024年的7月份之前，你是必须打比方，你在这边买房，你是外国人，你要上报，你要是不上报，一天罚款1000块钱。每天罚款1000块钱，有点太过分了。对啊，还没收你的财产。对，所以说现在就是，针对性比较强了。针对性，老大跟老大关系搞不好，联系到就是老百姓也跟着，对吧？遭殃。对，就这意思。是不是就这意思啊？就这意思，对。